自古以来，龙作为华夏民族的象征，被中国人所尊崇。中国人也将自己称作龙的传人。在被尊为群经之首、诸子百家之源的《易经》中，首卦便是以龙为代表的乾卦。乾卦以6条阳爻为卦象，表示宇宙的广阔和层出不穷。那么，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要将自己称作龙的传人呢？而《易经》首卦的6条阳爻之龙，又暗含着怎样的人生道理呢？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《易经》的智慧。请继续关注乾卦6龙。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把自己叫做龙的传人？因为我们知道龙，它最起码有3个特性。第一个，它变化多端，它是最会变化，一会这样，一会那样。任何一种动物没有它那么多变化。第二个，它很难缠，你掌握不住它。第三个，它显得神通广大，你什么样的困难都难不了它。因此，我们就想到2件事情，一个是说这么神通广大，这么难缠，这么变化多端的，我如果采取跟他敌对的话，那我一辈子痛苦，因为我搞不过他。我不如怎么样，抱着龙，跟他合为一体，然后借力使力，随着他分管，反而比较方便，也比较安全。我想这是我们第一种想法。第二种呢，就是我们对龙很羡慕，说你看，你地上也能活，空中也能飞，当中你也可以安顿你自己。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他能够像龙一样的神通广大，随时应变，无所不通。我们都知道，人生要面临很多很多的困苦、艰难、阻碍。那如果我们像龙一样，那该有多好！因此呢，我们就会把乾卦这个具有充分创造力的一个能量，用卦来加以模拟。乾卦的大象叫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天，你看天空，它最主要什么？就是云行雨施。它有云有雨才叫天空嘛。如果天上有物质，它通通掉下来了。它没有，它空无所有，所以叫天空。但是它有云，它有雨，云雨要动，云雨不动的话，那这个天气凝固在哪里？那是很闷的，那草木也很难长大。所以云要行，雨要施，所以叫做行。就是天如果不运行的话，那个空气不流通啊，就糟糕了。健呢，健不是说刚而已，而且要持久才叫健。你很刚，一下折断了；很行，一下变不行了。持久的运行才叫做天行健。我们看到太阳持久的、不停的起来下去，起来下去，空气不停的流动，有时候有云，有时候有雾，有时候下雨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我们就觉悟到，我做一个君子，我应该向天学习。学习什么？自强不息。
天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位置，《易经》中的乾卦正是寓意着宇宙自然万物同运于天，体现天的意志。那么，在乾卦的6条阳爻究竟都寓意着怎样的含义呢？自下而上，乾卦的初爻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从底下开始，初九是潜龙，92是现龙。易经里面这个见，看见的见呢，有很多地方是读现，因为它本来就是现的意思。93它是替龙，94是跳跃的跃龙，95是已经跳上去飞在空中的飞龙。到了上九，你就要小心了，那是高看到极点的亢龙。因为物极必反嘛，所以当一个人你一路爬到最高点的时候，后面是怎么样？我想各位心里已经很明白了。当一个物体往上抛到抛物线的顶点，后面一定是快速的往下坠。所以亢龙有悔，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事情。那初爻是什么？初爻叫潜龙。这个潜字啊，就是我们所讲的出南枝，因为它刚刚冒出来，你搞不清楚。所以出南枝有3方面，一方面就是刚刚冒出来，到底将来会怎么样，谁也料不到。第二个，这个刚刚冒出来的人也好，刚刚冒出来的事情也好，他自己也没有把握，他将来会怎么样，没有把握。第三个，整个的环境对他合适不合适，暂时还不知道，所以叫做潜龙。我们现在把它叫做潜在的能量，说这个人很有潜力，有潜力，那你要读易经嘛。潜龙，它的爻辞叫做潜龙勿用。那很多人一看潜龙勿用就火大了，那有能力也不用，那有能力有什么用？这个勿用不是不用，勿用怎么是不用呢？勿用就是要用。那你说要用就好了，干嘛说勿用呢？就是不能用嘛。你看中国人不用、不能用、要用、不要用，它这当中有很细腻的差别。易经里面乾卦一开始就是元亨利贞，到底在讲什么？就是你要是龙，你要具备4种美德。那我有了元亨利贞这么好的美德，你还叫我勿用，这不很奇怪吗？太简单了。你刚到一个地方，你就开始发表很多意见，人家在地人一听就知道你是刚来的，你对我们本地是完全不了解，那你的处境是不是很危险？一个人来到一个地方，一定要平心静气，多多了解。我们把它叫做什么？入境问数。你搞清楚了，你有什么意见再说吧。你看孔子，他是礼的专家，他最懂得礼，周礼他是最花力气，而且最有心得，他最有权威，今天叫做代表性来讲周礼。可是直入太庙，每事问。孔子进入太庙，看到很多礼器，一直问这个是做什么的啦？这做什么的啦？你说这不是孝子人吗？孔子问这个是做什么的，不是他不懂，
不是他不会去请教人家，绝对不是。他是想知道说你们这些人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，我可以跟你们配合到什么地步，而且有没有什么改变，我总要了解一下。因为很多事情它会随着时间的流动而做出一些调整，甚至这个礼器暂时没有了，用那个来代表。如果我不知道的话，到时候出洋相是谁？是我。入境问术就是潜龙勿用，潜龙勿用对中国人发挥了很深的影响。但是后来读书人只会读文字啊，潜龙勿用，潜龙不要用，哪有这回事？中国人说勿用，用现代化来讲，千万记住，站在不用的立场来用，而不是不用。那不用就是废物嘛。站在不要用的立场来用，潜龙勿用。有话暂时不讲，听听人家讲。如果我一讲出来，人家马上讲你这个我们20年前就谈过了的，根本行不通的。你刚来的人，你懂什么？你在这放肆，那糟糕了。你一来就讲，然后别人讲的都比你更高明，那你自己无地可容嘛。但是你老勿用，你老潜在里面，你要不要现？我问你要不要表现出来？答案是很简单的，应该表现的时候我才会表现，如果不应该表现的时候，我还是不表现。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做到潜龙勿用，将自我的才华在最恰当的时机展现出来，那么依照乾卦，我们就上升到了第二爻现龙的境界。该如何将潜龙勿用运用到极致，达到现龙的时候，又该如何理解当前的处境呢？潜龙勿用，在历史上最成功的人就是诸葛亮。诸葛亮他自己就叫卧龙，我是龙，但是我卧在这里，我不急。你们来求我，我还要衡量衡量，琢磨琢磨。要叫我去求人，我不干。他就那么高姿态，他是最了不起的，潜龙勿用。他潜了多少年？整整潜了27年。人家说曹操很好，你去投曹操，我不去。孙权不错，你去，我不去。他在等谁？他在等刘备。因为刘备三顾茅庐，就是他潜出来的。三顾茅庐，诸葛亮给他未来整个的展望，告诉他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下去。听得刘备简直是叹为观止，然后就请他，你无论如何要下山帮我的忙。诸葛亮还是没有答应，因为这是最后一关考验嘛。他说不要，你另请高明。他就看看你刘备怎么讲。如果刘备说那你不下山我怎么办呢？那孔明绝对不会下山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是你的事，我又没欠你的。刘备也了不起，他跪下来说你不下山，天下的苍生怎么办？我刘备无所谓啊，我刘备不成就不成了，我有这个志气，不成就不成。天下的老百姓可怜。孔明是冲了这句话才答应的，不是说你来看我3次我就下来了，没有那回事。所以爻辞写得很清楚，现龙在田，力荐大人。你看一出来就是个大人的样子，不是说哎发现了，我刚下来啊，让我磨练个几年，那人家请你干什么？
一个人不表现这一表现，你就要心理上准备，四方八面的打击都来了。你表现的不好，好像没有人打击你，打击你干什么？你要表现的好，所有人都不高兴。为什么不高兴呢？因为你抢了他的棺材了，因为未来机会都你垄断掉了，老板的心都被你抓去了。那我们算什么呢？我想这是人之常情。当一个人表现得越好，你就要知道，你已经进入第三个位阶的，叫做替龙，高度警惕，防不胜防。在《周易》之中，乾卦第三爻的爻辞为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”。它的中心意思可归纳为4个字：忧患意识。那么，当我们达到乾卦第三爻替龙的境界时，我们该如何做人行事？从诸葛亮的身上，我们又能得到怎样的启发呢？你看诸葛亮一打赢以后，曹操就把他当作主要的对象。以前他只知道刘备很可怕，现在知道诸葛亮又来了，又增加一个可怕的人。然后大家就开始研究他，就让他站在亮处。一个人站在亮处，你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人最怕就是敌人在哪里你都不知道。敌人在哪里你知道，你还不用怕，反正我跟你面对面，我知道怎么防备你的，你这状况我也很清楚。敌人在哪里你都不知道。有人跟我讲，我才不用警惕的。做人啊，轻松一点，那么警惕干什么？你看像我，就用不着。我是不好意思讲。这种人叫什么？叫做没有人把他当对手。我想我这句话是很重要的。一个人如果做到没有人把他当对手，这个人还有什么价值呢？根本就没有价值。所以很多人说中国人小气啊，见不得人家好啊，稍微好就嫉妒啊，就打击人家。我说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们才会锻炼又锻炼，提升再提升，一点都不敢放松自己。否则的话，你到了92以后，你就开始放纵了。你看我这么行，你看我这么样了不起，那就完了嘛。那一个人提前就报废掉了。人没有名，人没有赚到钱，你自我报废的机会比较小。人有名，人有钱，人有势，你就知道你快要自我爆破了，太多了。所以《易经》告诉我们，当你有名有势有利，当你表现得非常好的时候，你要告诉自己，你已经进入替龙了。所以第三爻啊，把那个龙都去掉了，都去掉，这是不是龙了啦？哪里是龙？你已经高度危险了，你再龙也没有用了。白天也警惕，晚上也警惕，好像随时会发生灾难一样的。这是中华文化里面最了不起的，叫做忧患意识。忧患意识不是说怕东怕西呀、畏首畏尾，不是，而是说我有今天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成就，我不要自己毁掉。我们把它叫做爱惜羽毛，你要爱惜自己的羽毛。你什么毛都没有，那你爱惜什么？好不容易长出来一些羽毛，好不容易有一些名声，你要好好爱惜，不要毁于一旦。一个人警惕的目的，就是希望再上一层楼。我没有鼓励大家都要再上一层楼，因为《易经》的乾卦它分成下乾跟上乾，它分成2部分。你如果
自得其乐，其实你就把下潜做好。你心安理得。有没有必要再上一层楼？你要好好自己去斟酌斟酌。如果要，那你就要准备好，你这次的跳跃跟当初的潜龙现出来那是不太一样的。我潜龙，潜到我对于环境很熟悉，我潜到人家也了解我了，我潜到我有把握可以表现的时候，我就现龙在田，其实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可是，当你要更上一层楼的时候，你要小心了。你看，我们中国人建了很多塔，他就告诉你，越高层是越孤单，高处是不胜寒。越底下空间越大，越往上空间越狭小。你要不要往那边去挤？你自己好好想。要的话，你就要准备接受更严格的考验。所以那叫做要，跳跃的要。在人生之中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乾卦所说的六爻境界。当人生达到乾卦第4爻所说的高度，人生的风险也就加大。第4爻的爻辞为“或跃在渊，不咎”，预示着或者飞升，或者低落谷底。如果能够越过此境界，人生就可以到达乾卦的第5爻“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”。那么乾卦的4爻和5爻所说的人生高度究竟是怎样的处境呢？易经对此又有了怎样的提醒和启示呢？你这一要飞龙在天，但是相反的，你要不上，就掉入深渊。掉入深渊，可能一直掉到出爻都不一定。你看，有人就是为了争取必须要说一下被打落下去了，整个都没有。我没有阻止任何人，因为这是每个人志气，但是我不会鼓励任何人，因为这是高度的危险。很多人是盲目的往上升迁，认为这是光荣，那是他的事情，他是不了解真相的。一个人要不要往上走，最好自己决定，不要由人家摆布。人家要拱你，拱你的人，他是什么心态？多半是为他自己好嘛。他把你抬起来，你坐在轿子上，他替你抬架子，你就听他摆布。你愿意，那没有话讲；你不知道，那就糟糕了。你以为你坐轿子可以为所欲为，没有那回事。他把你抬到哪里，你都不知道。所以，我常常劝很多年轻人，你可以立定志向，我最起码要当个主管，这个我不反对。当你当了主管以后，你说我5年之内我要当到总经理，我就劝你大可不必，大可不必，因为一个公司总经理毕竟只有一个，可能有7、8个副总。最后，说不定7、8个都没有一个升上总经理的，没有。要，他是可以的，但是你要接受那可能的结果。上去固然好，下来怎么办？你说下来我也心甘情愿做，既要，一要，果然飞龙在天，飞龙在天是人生可以说最高的境界，如愿以偿，自由飞翔。其实说自由飞翔都是骗自己的。做一个人，你当一个领导，你下面有很多人，到底是他们在捧你，还是你在指导他？这个是双方面的。
水能载舟，水也能覆舟。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。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去关心底下的人，平常要去照顾他们，是有道理。否则的话，你认为自己高高在上啊，可以为所欲为啊，哪一天从轿子里面掉下来，哪一天飞了半天掉下来，没有人同情你，同情也没有用，因为救不了。爬得越高，甩得越重，这是事实，这是物理现象。所以一个人到了飞龙，你千万记住，适可而止，度量要大，不要再把自己拱到像秦始皇一样的高亢。高亢的意思，用今天话来讲，就叫做脱离群众。当你一脱离群众以后，你就像那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。你看风筝啊，拉，搞得很高，你还要有那条线，你才收得回来。线断了，高而无味，失去了群众基础。你再说话试试看，可能就没有人理你，那时候就非常麻烦。易经作为先人智慧的结晶，与其说是可以分析未来的先知之学，不如说是警醒和启示人们做人行事的睿智锦囊。那么，通过易经的乾卦，我们应怀有怎样的心态处事，增进自己的修为呢？我想这整个的发展，你在社会上随时可以看得到。做事情刚开始要了解现况，那就潜龙勿用。潜龙勿用不是叫你不要做事，而是叫你不要的一味的求表现。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方，先安静下来，了解当地的状况，了解领导的个性，然后再熟悉一下环境，跟其他人打交道。一句话讲完了，等到大家都支持你，你就放心的表现。如果你没有把握大家会支持你，你最好不要表现。你不要表现，你不会出丑嘛。你一表现，稳定出丑。你去看，所有人都是经历过这样的状况来的，只是他一直骂别人，小气、嫉妒，见不得人家好，他不知道自己检讨。中国人不讲能力不能力，西方人是专门讲能力的，因为西方人你只要有能力，你就可以表现，别人错是别人不对，那是西方社会。中国人不讲能力，不是不重视能力，而是他讲一种比能力还深一层的东西，叫做本事。什么叫本事？就是你有能力，还要加上你表现的让人家很欢迎你，很接受你，对你口服心服，你才叫有本事。我们这样子的态度来了解易经，你把所有644卦的道理都通了，你还用占卜吗？你还要知道你自己是哪一卦吗？你一想就知道在哪一卦哪一爻嘛。这才是真正易经的功能。我们为了使大家对乾卦有更深的了解，我们为了去体会为什么孔子特别替乾卦写的文言，写的那么多字来解释，所以我们下一次要来讲六龙一天。就这个六龙的变化，他就把整个天体
能够统一下来，这个多了不起！谢谢大家。